10月，南欧艳阳，娇美何许？此时正是丰收的秋季。位在意大利半岛中部的温布里亚，隐藏着一股征服世界的软实力。每年10月到12月，对意大利人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季节，因为正是白松露的产季。但松露其实是一种非常特别的植物，它通常要跟树根一起共生，所以呢，像我们现在在这一片橡树林，可是因为它是跟树根共生的系统，所以它必须会在1公尺地底下才会有松露。因此，我们最需要就是这些松露猎人，还有松露猎狗，因为靠着猎狗，它们敏锐的嗅觉才能够发现松露在哪里。Gianluca 是意大利官方认证的松露猎人，8岁就开始跟着大人们到森林采松露，接触松露已经有30年的历史。10年前正式成为猎人一员，但其实真正的主角是他身边的5岁猎犬库娜。现在库娜要带着我们去找白松露了。库娜好像闻到什么？哇 ，here? You think here? Yes. Is that? 看到了吗？白松露。哦。Oh my god! Kuna, good job. 5岁的库娜从2个月大，当她还是只 puppy 的时候，就开始接受训练。Gianluca 每天花8个小时，带着她在树林里寻觅预先藏好的松露。这段路程长达10公里，只要库娜顺利达成任务，就会有奖赏。What's this? What's this? Premio. Premio. It's a herbaceous. 啊，其实只是一般的狗食。那个库娜他们这种猎犬其实没有那么爱吃松露，但它其实还是最爱的是狗食，所以用狗食来训练猎犬寻找松露。4年多来，库娜练就了一身寻觅松露的好本事。3个月前，正式领到松露小猎犬的专业执照。很多人会好奇，意大利人为何要大费周章寻觅这种深藏在树根下的蕈菇？因为1公斤重的白松露市场价格高达5000欧元，将近20万新台币。但是这个价格可能不只是松露本身，也反映了我们寻觅采猎的过程实在太费时艰辛，也难怪白松露被称为是餐桌上的钻石。库娜为我们找到了珍贵的食材，接下来就是料理的时刻。Umbria is a region where we can find every species of truffle. This is the winter truffle. Matteo 主厨豪气地将整颗松露刨进锅里。You smell? Okay. Yeah. 松露的香气很特别，有人形容像瓦斯，有人觉得像蒜头。不管爱与不爱，只要加了松露，任何平凡的料理，下一秒都会变得很奢华。一旁的副主厨早就准备好了手制的意大利面。松露酱和面条均匀混合，最后放上新鲜的松露刨片，再淋上橄榄油。一道松露意大利面上桌，也是一道意大利人最自豪的 slow food 慢食主义料理。I try to
to use especially the seasonal food, the seasonal ingredients, and the local food, because it's very, very important. If you search and use the seasonal ingredients, you have the best ingredients at the low price. 1986年，当麦当劳的黄金拱门招牌进驻罗马的西班牙广场时，意大利人自发性地喊出慢食运动，要捍卫传统饮食文化，来对抗美式素食。慢食主义就是强调要吃当令本土的食物，重视生物的多样性，并且在生产运送的过程符合天然永续的精神，也尊重从事农业的人。 For example, now if you try the tomatoes, it's not the same tomatoes that you can find in summer, in summertime. In summertime, the tomatoes is full of taste. Now it's not good. So that's why you use the truffle. Yes, pumpkin. this is why we use, for example, the winter truffle. But because it's possible to find the summer truffle, maybe you can find frozen. 素食不是意大利人的菜。 30年前喊出的“慢食”2个字，现在也已经风行150国，成为卷动全球反思的社会运动。主厨 Matteo 所服务的蓝庄，隐身在温布里亚一整片橄榄园间。18世纪建成，原本是贵族所有，这几年成为对外开放的高档villa。 但依旧保留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的古朴风格。从豆子到火腿片，主厨马特尔坚持当地当令，其中当然包括意大利料理的灵魂——橄榄油。This is our olive oil. It's made exactly here, yes, near here, okay, because it's exactly at the center. We don't have the sea. Okay, so this is the reason why probably it's not so salty. Also, it's very sweet. As you can see, it's a light green color, something like green gold. 温布里亚位在意大利半岛的中部，是唯一一个不靠海的地区，境内多半都是农地和森林，因此也被称为是意大利的绿色心脏。这里最著名的景观就是一整片的橄榄园。10月底正是橄榄采收的季节。 意大利橄榄油美味的关键和它的栽种方式息息相关，因为它不施肥、不灌溉、不撒农药，完全是靠天吃饭的传统自然农法。这使得橄榄油和葡萄酒一样，每年都会随着气候的变化而有不同的风味。越是自然，油也就越有个性。像这里树林最老的橄榄树长达300岁，所以也使得这里的橄榄油特别受欢迎。 深紫色和青绿色的橄榄一起被送到有着200年历史的榨油工厂，经过清洗、碾压，最后低温压榨出天然的果油，匀称透亮的黄绿色，这就是让意大利人最自豪的特级初榨橄榄油。The business of olive growth was very important in the ancient time. We take the DOP. 欧盟特别规范 DOP 的标志，确保从橄榄种植到榨油的过程都是采最优良的方式，来保护原产地和传统生产的独特性。意大利虽然是次于西班牙全球第2大的橄榄油生产国，但是西班牙只有4种橄榄树，意大利却有高达350个橄榄品种，加上严格的保护规范。 遵循古法的橄榄油也成为名副其实的意大利绿金。车子再往北开，我们又将见证另一项传奇。山岚飘渺在绵延起伏的丘陵，深浅不一的绿色掺杂着橙与红。
图斯卡纳、托斯卡尼拥有佛罗伦斯、锡恩纳等历史之都，也是文艺复兴时期大艺术家们的摇篮。多少人梦想在这片艳阳下的黄金葡萄园占有一席之地，啜饮一口香醇。而这正是一篇历经300年的酿酒传奇。图斯卡纳位在意大利的中北部，是文艺复兴运动的中心，也是意大利最著名的葡萄酒 Chianti 产区。西元前800年，这里的人开始种植葡萄酿酒。到了中古世纪，修道士们也开始重新整理起被遗弃的葡萄园，因为图斯卡纳正好就位处在罗马教廷和法国皇室往来必经的道路之上，因此到了14世纪，很多贵族也开始投入酿造葡萄酒。1716年，当时欧洲最有势力的梅第奇家族科西莫3世，也是图斯卡纳的统治者，他就下令规定，只有在几个特定地区种植酿造的葡萄酒，可以被称为是 Chianti， 也就此成为意大利葡萄酒的极致。Totally, our company, Colli SPA, has 500 hectares of vineyards that we manage. We are one of the biggest producers in Tuscany. Belinda Colli 是 Colli 家族第4代传人，他的曾祖父从1926年就开始在托斯卡尼种植葡萄，经营酒庄。Colli 家的葡萄园就位在托斯卡尼的中央区，也就是驰名世界的奇扬地产区。绵延数百公顷的酒庄，还坐落着中古世纪贵族遗留下的几处城堡庄园。荷兰女皇在意大利的度假别墅，也在 Colli 庄园不远处。10月底的现在，葡萄已经采收完成。Oh, look! That one is the rest over here. Wow! Yeah, it's a typical Sangiovese grapes. And you see the skin. It's very nice and sweet. You can try. OK。Very nice. So sweet. Yeah, so sweet. 整个意大利从北到南就像是一个大型的葡萄园，非常适合葡萄生长。但是托斯卡尼却又得天独厚。The different temperatures between the day and the night permit to the Sangiovese to reach the best maturation during the time. What's the temperature? The temperature can be different even of 15 degrees during these 2 times. 加上托斯卡尼的土壤是碱性的石灰质土和砂质粘土混合，给予葡萄丰富的能量。历经300年，酿酒制程早已经洗练而充满时尚的风格，受到全世界瞩目。光是 Colli 家族的葡萄酒，每年产量就高达1200万瓶。但即使生产线全自动化，但某些古老的观念，历经几百年都不曾改变。We always keep a big eye on what we have as natural that we always have created. So we take a lot of attention to food, all the vegetarian, all the agriculture, and to keep a system that is not so much industrialized in other countries, because we want to keep always our tradition very strong. We cannot use the sugar. We cannot make irrigation in our plants, so we are very close even to the climate. So if we are lucky and we have a good weather, it's much easier for us, but otherwise it's a big problem. 在托斯卡尼的艳阳下，在温布里亚的橄榄树旁，或是与库纳一起寻觅着地底下的松露，意大利人
对真食物的坚持不懈，对好食材的热情追逐，不只是单单追求美味而已，更是一种对大地与自我健康负责任的生活态度。拒绝基改作物，崇尚自然农法，每个意大利人都知其所食。也就是这份信念，造就了今天美食王国的地位。而我们也终于知道，意大利人在餐桌上的软实力，不只能征服你我的味蕾，也足以改变世界。